日本花了10幾年的時間解決不了稀土的問題。高市早苗現在的這個行為，它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G7 開會說他們要稀土去中國化，目標定在2031年。我們一般客觀的估計還是做不到。採礦的技術問題不大，但是提煉呢、設備呢、人才呢，日本撐不住了嘛。美國事實上軍工企業也撐不住了，中國大陸是一次就給你做動作了，馬上宣布，而且立刻實施。好，持續要來關心到的是，北京現在全面出手了，做了什麼呢？稀土這一次卡關不只是日本而已，還包括了美國，現在可以說是全線告急了。同時呢，印太的同盟是否鬆動呢？今天另外也会關心歼十 C 有沒有可能也進入到歐洲國家，中國大陸的殲10賣到歐洲國家去，直逼北約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這一次中國大陸對日本跟美國的稀土卡關能夠重創這兩國的產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說，這個影響其實還要再觀察，還在持續的發酵當中，那麼其實可以留言寫2，來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今天3個火線話題一樣，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個，中國大陸的稀土禁令一下，逼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這一次呢是急奔印度了。那麼等一下會來關心到說，不只是日本拉起了警報，產業界包括了全美的軍工是不是也面臨拉警報的危機呢？現在北京手中最有利的東西是不是就是稀土，甚至比航母還要更可怕的戰略武器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剛剛提到的日本，他於是呢高市早苗跑到了印度，希望跟印度一起合作，打造亞洲的軍工聯盟。印度則是在這個時候呢開始高度的懷疑美國，喊出戰略去美化美國主導的印太盟友體系是不是開始在這當中，我們看到有一些裂縫了呢？中國會不會趁勢的來瓦解美國圍堵中國的戰略布局？這是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今天會來特別關心到是塞爾維亞的總統。他特別宣布的說，他會來採購，這是最新消息。中國大陸的這款飛彈 NQ9，那再加上之前其實有買 CN400 AKG 等等，現在最新的消息是說，有沒有可能除了買飛彈之外，接下來會引進中國大陸的殲10 C 賣給塞爾維亞呢？如果真的成真的話，那是中國的戰機首度的攻進到歐洲國家去，會直逼北約防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波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對日本、美國的稀土制裁，可以說呢，已經正在逼全球的軍工產業重新的站隊排隊。中國大陸我們看到它沒有發射任何一枚飛彈，對於日本跟美國的影響重挫有多大呢？首先，我們前幾天談了非常多，對日本就是它的原料斷裂的一個風險。那麼對於美國來說呢，美國來說的話，它是重挫了。美國對它做的限制是將2大稀土企業呢，還有包括了10家實體企業都列入了制裁名單當中，導致美國不管是在軍工、晶片，甚至是新能源產業上，現在說也是全線的告急了。所以呢，在此刻我們看到高市早苗急奔印度希望呢聯手印度一起打造這個去中國化的稀土供應鏈，這是第一個就產業他所做的事的一個事項。第二件事情是說，在軍工方面，他們要一起共同開發 AI 軍用無人機，但是高市早苗希望和印度合作，但是印度呢，它有沒有這樣子的意願呢？因為印度現在呢開始喊出要去美化的一個戰略目標，原因其實有2個。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呢，美軍我們看到在美伊衝突之後，美國迅速的修復跟巴基斯坦的關係。所以讓印度開始懷疑美國的態度了，這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美軍更正式的更名，把印太司令部改成呢，包括了這個太平洋司令，所以印度呢已經開始懷疑說，是不是華府正在質疑印度的一個重要性已經不再如此的重要了，要喊出戰略去美化呢？換句話說，如果說印度它已經降低對美國的依賴，那麼日本找上印度做的這個印太軍工聯盟也會充滿變數，是這樣子的嗎？中國大陸的稀土的限制對於美日來說，到底衝擊有多大？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衝擊當然很大特別是對於日本跟對於美國因為日本事實上是很有經驗的一個國家，過去他也用稀土去卡這個韓國，
然後他跟中國大陸爆發了这個衝突以來啊，中國大陸也曾經用過稀土去卡住日本，日本花了10幾年的時間解決不了稀土的問題，所以高市早苗現在的這個行為、這個動作都是一個姿態，他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G7 開會說他們要稀土去中國化，要去擺脫對中國的依賴，目標定在2031年，5年後。但是問題就在於去中國化依賴多少？他們說盡量降到60%或者50%以下，所以等於是還是有50%以上要依賴中國大陸嘛。但是問題就在於5年、6年以後能不能做得到？我們一般客觀的估計還是做不到。這個牽涉到很多的問題，採礦的技術問題不大，但是提煉呢、設備呢、人才呢？而你歐美的還有包括日本，你的大學、大專院校裡面，你根本已經沒有這些科系，也沒有這些人才的儲備，更何況就是歐美的國家有多少個孩子願意去讀這個系呢？能進這個系呢？你老師都找不到，然後他們還考慮到未來你這些科系。它本身的這些公司，它的發展跟事業跟前途，因為現在中國大陸佔有絕對的優勢，不管是儲量，中國大陸佔絕對的優勢，生產製造量，全世界依賴中國大陸幾乎是70%以上，然後在重稀土這個部分依賴到90%，那這樣的一個情形下，中國佔有絕對的優勢，它可以通過市場的機制來調控。會使這些歐美的稀土企業，它的發展根本沒有空間嘛？那你一直靠着政府補貼的情形下，這個企業的利潤是有限，它的前途是有限的。有哪些頂尖聰明的孩子要去考這個有關於冶煉學系？沒有人要去讀，那你老師也找不到，學生也找不到，研究生也不在。那你請問一下，你去哪裡找這個人才？所以都在空口說白話。都在擺姿態。我個人認為這是人類世紀的最大的詐騙集團。用政府人民的血汗錢去養這一些企業，這些企業再把利益輸送給這些政治人物，錢撈光了以後，最後說我做不到，沒了，一拍兩瞪眼，還是跟中國大陸買，這是必然的趨勢。現在的情況是因為日本撐不住了嘛？美國事實上軍工企業也撐不住了，4架戰機只能生產1架 F-35戰機。那請問一下，他如何去量產他的 F-35 都是如此的，雷達導彈系統更是如此。所以美國有問題，日本也有問題，而美國還在擺姿態說我要對你中國大陸的企業那麼列出清單來。中國大陸是一次就給你做動作了，馬上宣布，而且立刻實施。那你美國才知道說你原來是在擺姿態，但是中國大陸是給你玩真的。好，所以這一次這個稀土一卡關，對於日本跟美國的產業還有軍工來說，這個影響非常的大。所以我們剛剛講了嘛，高市早苗就跑去找印度尋求幫忙，但是重點來了，印度現在也不信任美國，或許呢也沒辦法跟日本同心。那就這個問題，聶老師又怎麼看 ？OK， 印度其實也從來沒有相信過美國啦，他不是懷疑他的態度啊，是動作啦。這個動作讓他不爽了哈。印度什麼時候相信過美國？印度從來沒有完全接受美國軍工業或等等，他也有蘇凱啊，全國也有歐洲。這次之前去年不是印巴戰爭嗎？他用的是什麼？是法國的那個標風政風啊，所以他並不是全美國。但是呢，印度是一個非常自信的國家，你知道，他很自大，他們夠聰明，所以呢，他只要誰對我好，他就跟誰了，基本上這樣。你開始用動作去跟巴基斯坦好，巴基斯坦又跟我衝突，我不喜歡你了。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原因。好，我現在講一下美國。美國呢是什麼都要，他只要你願意做小老弟，維護我霸權，我就對你好。然後這次出現一個問題，巴基斯坦這個比較有趣的國家，巴基斯坦當時他的很多軍力在跟印巴戰爭的時候是靠中國戰勝，我講JS還有這個 PD-15，這個大家都知道。好，那當時戰勝之後，當然大家知道巴基斯坦它有它底氣，背後軍事有中國撐腰。可是巴基斯坦其實它的心靈也是很靠美國的。這一次的美伊戰爭，其實巴基斯坦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巴基斯坦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中間撮合者，而且他很聽美國的話，是美國希望他去守，否則的話，美國沒有辦法直接跟伊朗談，因為伊朗已經不太甩你了，我被打死我都不聽你的，所以是巴基斯坦弄成的。而且巴基斯坦在之前剛開始中國在卡美國脖子稀土的時候，因為美國的產量那個儲量只有180萬噸，中國是4400萬噸，它根本比不上。
今日演練的功夫也沒有，這時候卡住脖子。巴基斯坦的高層曾經還偷偷的拿那個金剛石以及中國給他一些技術哦，帶到美國去。你知道巴基斯坦的想法，所以美國找巴基斯坦是有機會把它再做小老弟的。可這個問題來，巴基斯坦也很靠中國。你看這個談的問題有5個國家，有印度、有美國、有這個這個巴基斯坦，還有一個日本。你剛講一個日本很重要。剛剛在我們這個賴老師也講到了，日本、美國現在都玩了。我跟你講。民用的可能稀土還給你用一下，它的17種稀土，我告訴你，卡住你軍工產業，你光一個剛講 F-35彈頭要410公斤，你的艦艇啊，你個雷達真的都出問題，所以它的軍工產業、航太產業，將來只要中國做狠一點，當有時候我們講比較利益嘛，它也有所謂的利益交換、物交換，它不可能全卡了，但它只要卡到你重要的，我跟你講是兩敗俱傷，但是日本、美國絕對會傷得很慘，所以日本現在真的沒招了，所以他必須再找別人。之前在釣魚島事件就跟澳洲簽了所謂的日澳的所謂的技術開發合作，其實有成功嗎？又說在藍鳥島礁裡面又發現了6000公尺深，它有1200萬噸的稀土泥。你去挖挖看多貴，怎麼挖？好，現在去跟印度，這是有道理的啦。他做這東西有道理，可是你印度就真的跟你那麼合嗎？這是一個動作，看得出來高士這個個子小，還是蠻認真，到處跑啦。但是他的功力，我覺得還是有限啦。這個印度也不會非常喜歡日本，所以他們會在利益上做交換，不可能有非常強烈的聯盟。最後還是講一句話。中國講不好聽點，中國因為在全世界是一個共產國家，全世界用民主聯盟會把它壓制。他為了排除民主聯盟，為了穩定前行，只要穩定前行的國家對他好，他就會好。所以講不好，他現在有了王牌稀土，他只要扣住下去，最後我就像剛剛賴老師講，我想日本、美國可能都會沒轍，未來可能中國只要他穩健的走下去。這些國家他也不要得罪你，好好的對你，那麼該給你就給你。我覺得走下去，中國真的會在全世界走到一定的高度的水位。好，中國大陸用稀土卡關，包括了美國跟日本，確實已經重挫到這個2個國家的軍工產業。那另外一方面，同樣也是軍工產業，中國大陸呢，它的飛彈正式的邁進去的這個國家就是塞爾維亞，因為呢，最新消息是來自於塞爾維亞的總統最新宣布的，他說，他會採購中國大陸的 MQ9這個遠程防空系統，再加上之前買的 CM400 AKG 超音速飛彈，現在傳出來說，塞爾維亞下一步會不會也可以買到大陸的殲10C 呢？如果真的成功買入的話，代表中國的主力戰機首度的等於是部署到了歐洲國家，當然了，等於是直接跨入到了北約的家門口，這時候北約也就在威脅這個烏克奇說：“你不要做這些輕易的舉動。”厲將軍怎麼看？我認為說是這個塞爾維亞跟中國買殲10C的戰機，應該是塞爾維亞有這個意願要買，非常希望能夠買到。那我也認為中國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會賣。怎麼講呢？因為這個塞爾維亞已經跟中國買了我們講的 CM-400這款的空射型的對地的超高音速導彈。那這款導彈現在來講的話，塞爾維亞已經在用了。它用在什麼飛機上面？用在它老舊的米格29。大家會覺得很奇怪，這種新式的導彈用老式的戰機怎麼能發射呢？那中國就是有這種本事，它沒有修改米格29，它用平板就可以發射 CM400。你看這個多厲害！那 CM400這款導彈有多強呢？你知道在去年57這個印巴空戰的時候，這個巴基斯坦用這 CM400的這款導彈擊毀了印度很多 S400的防空飛彈的陣地，證明來講，它對空對地的打擊力度是非常大的。那甚至于在當時他用這款導彈威脅到了印度，讓印度的這種他的航空母艦不敢靠近巴基斯坦的海岸，就是因為有這款導彈。那現在這款導彈很這個，就是說，如果它要掛，最好還是要掛在中國的戰機，才能夠 match， 才能夠這個配合作戰，才能夠實施線控。那塞爾維亞現在買的戰機叫什麼？因為它必須要淘汰它的米格29，那很老舊了。他之前買的是法國的陣風戰機，可是陣風戰機你這個系統不能跟 CM400整合在一起。所以我認為第一個最重要就是說，為什麼他會賣殲10C戰機？只有靠殲10C戰機跟巴基斯坦一樣，才能夠發射這個 CM400導彈。你說用平板發射，畢竟
還是這個整體上面來講還是落後一截了哈。第二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很大因素，我們講防空作戰是整體防空，你已經買了这個，比如說是我們已經知道他已經買了紅旗9，紅旗9是區域防空導彈，它射程可以到300公里那麼遠，比這個美國的愛國者3還要多100公里。那當然，第二個，他買了要地防空，要地防空他買的是什麼呢？是紅旗22，他也買了紅旗22，就是他們外交型款叫 FK3哈，塞爾維亞也買了。那這個要野戰防空的紅旗11他也買了。那如果说連這個整體3重的防空系統，這個從區域防空到要地防空到野戰防空他都買，那當然他如果說能夠搭配到他的歼十戰機來講的話，當然更可以構成塞爾維亞整體的防空力量，對他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覺得，如果說中國都已經把這幾款導彈賣給他的話，那殲10C的戰機賣給他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好，回到環球大戰線節目現場，我們繼續跟3位來賓討論，現在是中國跟日本在稀土上面的神鬼交鋒哦。日本這次是真的急了嗎？一邊高喊說要擺脫中國的稀土，但是一邊私底下在搞一些小動作。什麼事？竟然有人想偷偷把這個稀土的管制品給帶出去。事情發生在5月的時候，在這個遼寧的大連有關部門呢就拘捕了這個2位日本人，他們涉嫌呢違反走私國家禁止出口的貨物跟這個物品罪。他們怎麼做的呢？把這2個人呢，就是用稀鐵、瓷土把它嵌入到其他的產品，然後假裝這樣帶出去。然後抵達日本後再把它拿出來，也是蠻勞師動眾的做了一些小心思，想規避，但是最後沒有用，還是被抓了個正着。那這件事情呢，這個也是直接鬧出了一個笑話嘛，所以日本的外交部呢就借機來調侃這個抱歉，是中國的外交部就借機來調侃日本，說應該要教育這個日方教育在華的日本公民要跟企業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那日本當然這次理虧嘛，所以也沒有辦法做太多的反擊了。好，我們看到日本的企業員工也好，還是做一些商業間諜的這些動作也好，近年其實是時有耳聞的。之前台積電跟這個東京微科的事情，到現在大家都還記得這件事情。然後現在又想要從中國這邊去拿一些不該被輸出到國外的東西，怎麼會這樣呢？是實際上明面要不到，我現在私底下來做這些歪腦筋小動作了嗎？這雖然是一個小事件，但它背後反映的大格局，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中日雙方在稀土這個層級上面在做的一些較量。怎麼看這場神鬼交鋒？楊老師，靜喬，這個事件開始是今年的1月6號，1月6號就開始了。中國大陸的商務部就宣布對日本的就是軍工產品，採取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那這個軍工產品當然指的就是去年11月開始，高市早苗提到了台灣有事，以及日本整個要開始走向再軍事化。後來呢，出口殺傷性的武器，要去修改非核3原則，現在還要修憲。天哪，我已經數不完了。軍國主義復辟，對，就是中國大陸認為你是在走向新型的軍國主義。那而且在政治跟外交上，其實採取的是一個跟中國敵對的，也就換句話說，我們台灣人就很懂啦，是抗中保日，就這樣一個態度。所以呢，他對於你要去發展軍工產業，不是民用商業的民用商業的他沒有管制，但是軍工產業的兩用物項，那两用物項通常就涵蓋了可能有稀土，然後呢稀有這個礦產以及一些其他的鋁粉這些都可能是兩用物项。两用物项的这個範圍其實蠻廣的，我們叫做這個 dual use civil mill 的 dual use 這種兩用物項。那當然最核心的就是稀土，還有一些稀有的這個金屬。那因此，他就從1月6號開始採取管制。那這個日本現在碰到個問題了，因為日本有很多的企業事實上他左手做軍工產業，他右手做民間商業，比如說三菱重工，比如說川崎重工，比如說 IHI。到了2月份，中國大陸就把這20家就列為是日本軍工企業，就這些企業通通有被管制，而且還不准第三企業或第三國的這個任何的機構去轉售由中國取得的這些，然後呢轉賣給日本的這些被管制的企業。這某種程度也叫一種叫做域外管轄權，對，但是別的企業當然不敢違反，對，否則的話你就拿不到了，對不對？那當然這個造成怎麼樣的影響衝擊？現在你看到
大概稀土已經大量的下降，到5月份的时候，鎢基本上已經完全沒有了。然後呢，氧化鎢也大量的減少，在這幾個月以來，從1月、2月到5月，然後到6月。那野村綜合研究所哈，它有一個評估，這評估已經這個出來一陣子。他說，如果這個持續3個月哈，就會對日本的企業造成的6600億日元的影響，大概42億美元。那如果持續1整年哦，就會造成2.6兆日元的影響，而整個日本的 GDP 會下降0.43%，這蠻嚴重的事情啊。因為日本它自己本身很多的企業其實不是分得那麼清楚。同時，這個時候呢，在上個月，日本在中國的就是中國日本商會8000多家日本的這個企業就聯合起來啊，向中國政府這個請願，就希望說，第一個這個整個過程能夠比較透明化，這個過程能夠更清楚，然後能夠加速啊。然後，因為他們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申請稀土或者稀有這個礦產出口的時候呢，怎麼樣做才能夠確保說，這個不會被拖延或者是被拒絕啊，因為被出口管制。但是中國要倒過來跟這些廠商講，你自己把資料準備清楚啊，你這個東西到最後會不會用在軍工的產業？但這個東西哈，其實本質上很難去劃分的。對，所以我們現在看這2位就是夾帶哦，這也是蠻聰明的。對，我原先第一時間看到日本的這個共同社的報道的時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是稀土的你不可能帶土吧，對不对？哈，那稀土的成品怎麼能過得安檢呢？我在想，不可能會是稀土製造的技術，的文件之類的，或者是這些設備跟器材。因為我們來了解稀土啊，不是只有那個土，日本現在想要去開礦，也不是只有那個成品，那個成品佔重稀土，中國大陸佔90%的出口的量，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做到那個階段，可以用在戰鬥機，可以用在半導體，那個過程的 IP 技術跟就是製程，這些中國大陸有3大稀土公司啊，它就在稀土界裡面就是稀土的台積電。是，所以呢，這一些相關的技術啊、器材或設備，會不會也是日本政府日本企業了？日本企業，日本企業，日本政府对，有可能不知道会不会先是日本企業，因為日本政府要成立國家情報局嘛，所以就是說，他們這些作為，當然你現在看被逮個正着，真的，那當然就很清楚，就他們現在真的是急得跳腳啊。好，這個日本企業出一些小招，但是被抓個正着，但令他們頭皮發麻的事情可能還在後面呢。因為現在中國對高純度的銫還有這個碲化銫有點饒舌，反正就是一些這種稀有的稀土出口管制已經確實衝擊到日本的廠商，有誰？包括了 Microtech 供應鏈、Ferrotech、KLK 等等你可能都沒有聽過他們的名字，但他們都是在整個稀土供應鏈裡面很重要的廠商。日本也知道麻煩大啦，喊出了2條路。第一條，我們車廠要減少使用稀土，都知道嘛，日本車廠是非常大的，豐田全球第一。好，這個日本的零部件 Astemo 號稱呢，用鐵要取代這個稀土鋁啊，我是不知道用鐵要怎麼取代但這項這個技術可能要2030年才可以投入使用。第2條就是靠回收了，我們都知道日本的資收做得非常好這個去完這個分類回收要很清楚，但是現在稀土也要做這個資收了，要把這個裡面的東西都摳出來，跟法國合作，準備在明年2027年初就有望來重啟這個回收的項目。但是這些東西現在說是這樣子，能不能實際上路，我們還要持續觀察。更不要說你要從這些廢棄的馬達回收這些時間成本、純度、環保議題這都是曠日費時的東西，絕對是比不到中國直接斷供你來得快的。所以日本尋找替代方案，力辟蹊徑，這絕對是一個長遠的避險選擇，這沒有問題。但是時間不等人這件事情稀土不是像哆啦 A 夢從口袋拿出來就有你怎麼改變，你都要一些時間的沉澱。跟得上中國這一波斷料危機，直接斷你的炊嗎？尚志哥，好，我想其實一切都要回到我們在講說，中國大陸在2006年今年的元月的時候，正式宣布了對於所謂的日本是一個精準跟長期的稀土管控計劃，這裡頭有1005個專項。其實一開始大家就覺得大概1500都是在稀嚕嚕，可是呢，真的到現在歷經了幾個月的庫存消耗之後，
逐一大家開始哇，這個專項真是看起來真是大學問。我想我們從前面我們都知道，剛剛講鎢的影響，就還是在於他們一旦發現說整個半導體當中要用的這個鎢沒了，而且人家永久不生產了，也就是說要等到日本的企業說了它的嚴重性，大家才知道多嚴重。好，之後这幾天前陣子突然出現工業鑽石這個部分，對日本的包括前盾、大稻前盾，包括一些切割，包括半導體的折射，都受到影響。那這個是什麼？這是在1005的專項，因為先前沒有叫鑽石，叫做硬性材料。也就是說，這1005項擴展有多大？這幾天出現的東西，就是剛剛講的B 這件事情是什麼呢？好，我們簡單講，它就是在最高階輝達的最重要的最高階的晶片當中的能耗跟發熱最高的可能2個很微細的晶片端，中間要用鋯來阻隔，因為你不阻隔，它們可能就瞬間就燒掉了。所以這個鋯的應該說它不是對所有的晶片，但是對最高階的晶片，所以最近才發現糟糕，這個鋯就是最近才發現的，沒貨了。好，但是大家工藝的部分是沒有錯，半導體晶片這是重稀土。目前為止，中國對日本的輕稀土的管制看起來其實沒有太嚴重，主要就是我們剛剛提到這些重稀土。好，現在是什麼呢？是日本的製造業，他們現在日本的汽車哦，特別在電動汽車用到的就是我們提到的有3個重要的東西，就金字部的一個是乙，一個是鍺，一個部分是鉈。這3個都主要都是做跟磁鐵、跟區控元件有關的。我來講一個數字，這個乙哦，我認為就接下來為什麼現在是日本的汽車業要跑去中國了？因為乙跟去年相比，你知道今年為止它的整個進口，日本進口是去年的1.13%，你知道多少对不对？好，我們看鍺跟鉈呢是0，完全今年是沒有任何再進口的。所以，對於現在先前的日本的這個汽車製造業有庫存一直用，可是現在雖然不是快沒有了，可是都可以完全算得出多久之後就沒了。而一旦沒有的部分，是整個跟日本的電動車跟車相關的關鍵零組件是全部都要停工的哈。所以為什麼現在日本這些民間拼了命的要繞過或不理現在日本官方，要自己尋求中日的民間友好的渠道，要好好的去溝通。所以我們現在對於稀土本身，日本當然現在講了一大堆，包括他們深海來開採啊，跟包括澳洲啦，包括跟印尼、加拿大的合作啦，跟美國、歐洲一起來建。然後剛剛講無稀土，包括回收的等等的。然而這些最大的關鍵不是合作的對象，這些都是一個政府想象中的願景當中要有技術，要有人才，資金也許有，但是現在看到所有現在日本曾經說過的最快能夠建好的都是2030年之後。可是眼前這幾年當中的實質的欠缺，現在就是日本所有民間產業當中不斷的喊天喊地，無論如何要自己突破的關鍵了。了解，剛才雙志哥幫我們分析了很多，真的是中國對日本限制的這個精準的組合拳啊，真的是套路是非常深的，一環接一環哦。原本乍看沒怎麼樣，你實際上等庫存消耗完，你才知道痛了。所以現在讓這個住友電器工會的會長松本正義他都說，哇，我們真的做不下去。如果中國持續把我們拒於門外呢，那日本的製造業必將陷入困境哦。這個工業的大佬都已經直接這樣講。但是尷尬的是，民間這個哭天喊地求爹娘沒有用啊，因為這個首相不認啊。我們看到彭博社報道說，首相高市早苗他持續在不滿跟北京槓上的梁子嘛，所以傳出呢，他不願意在 IPEC 期間跟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面哦，這就跟日本企業趕快很急啊，希望趕快復合，跟中國這個官方供貨趕快復合，形成一個強烈的反差。我們看到領導人在民間急得要死的時候，他還擺出了一套非常高冷的一個姿態哦。我傳出我就是在 IPEC，我不要見習近平，這是一個怎麼樣的想法？你是看你自己的企業全部倒光嗎？只為了保持你自己這個高傲的水準，說出去的話你要堅持到底嗎？這樣做是不是一個明確的選擇？將軍幫我們分析一下高市早苗的內心戲是什麼？高市早苗哈，居然說中國北京哈對他做人身攻擊，所以他在 APEC 會議上面他不見習近平。我覺得這是很明顯的，台語叫做更小燈熊 key 了。這個反而這個先發制人，我先表示說我生氣，是我不見你，你確定是習近平不見你，還是你不見習近平？我覺得習近平根本就不想見你這個高市早苗，因為你從這個你上任之後
發表的所謂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這一番言論之後，我們看到中日兩國不斷的交惡哈。然後剛開始中國是可以說是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但剛開始是包括到水產方面的制裁，還有旅遊方面的抵制等等哈。那時候日本可能還不覺得痛，但這次才發現說他們在稀有金屬方面確實是被打到七寸上面。現在所有產業已經是到火燒屁股了，真的。就像剛才我們講的六氟化鎢，其實鎢還不是重金屬，它是提煉的這個金屬而已啊。只是中國有這個技術，將這個鎢提煉到6個N。什麼叫6個N呢？就是純度是99.9999哈，這麼純的鎢，中國鎢可以提煉出来。那六氟化鎢又是做半導體很重要的一個气體。那現在日本的這2家生產六氟化鎢的這種企業來講，已經停產了。另外第二個有關製造 MLCC， 最近這2天所有產業界討論的很熱烈的這種電子元件它需要氧化銻這種元素。那銻就是一個重金屬就是重金屬稀土元素。那這個日本有3家產業，包括春田、TDK 等，這個可能在月底就已經這個就沒有貨了就生產不出來。那我們現在講的，包括到高纯度的銻、銻還有碲化鎂這幾樣東西，可能月底也即將見底。所以日本現在可以說是這個企業界非常急了哈。可是你要知道，日本的這種軍工，他講中國對他是軍民兩用，可是日本沒有標準的軍工的企業，你知道，像美國還有洛克希德馬丁就是純粹生產軍事的，你或許還有，那日本都是軍民兩用的企業，比如川崎重工啦這個或者是三菱重工等等，都是軍民兩用。那我只要對你這個企業一制裁，不只是制裁你的軍工產業，根本連民生產業都會被聯絡到。那日本由於他要這個高市上來以後，積極除了說是台灣有事的這番言論激怒了中國大陸，另外他也積極在發展所謂軍國主義，他要造飛機啊、飛彈啊、大炮啊等等這些東西。那對於這方面來講的話，你必須要元素就是這個重稀土嘛。那這方面中國對你實施管制的話，我覺得日本來講的話，這是很難。那可能他高市早苗只剩下一條路，學立陶宛的總理自己辭職，然後換一個新的總理上來，整個改變政策，才有可能挽救日本的企業。了解。接下來特別關心北京對於日本的報復正式的全面引爆了。那這一次呢，包括了三菱材料慌了、住友等等，還有一些關係的經濟團體都急奔北京來求助。觀眾朋友歡迎在留言區來跟我們做留言。如果您認為大陸這一波針對於日本的重稀土的這個限制跟報復跟制裁能夠重傷日本的這個不管是製造業、軍工或者是科技業，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這個傷害還不算太大，可以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互動。那另外，其實現在 G7 也一同開會，說要一起降低對於大陸稀土的這個依賴度，要降到50%以下。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中國對日本的稀土管制現在開始正式的全面發酵，衝擊我們可以說是一波比一波更猛烈。最新消息是，確實日本政府的態度非常的強硬，但是日本企業首先已經撐不住了，所以呢，日本的企業決定說自己靠自己。自己起身去拜訪中國大陸，正式的向中国低頭，是希望說中國是不是能做一些的讓步？我們來看到最新數據是，日本5月從中國大陸進口的稀土磁鐵創了1年新低。剛剛說了，日本企業自己想辦法，所以我們就看到了最新消息是，住友電器，還有呢，包括了日本關係等等的經濟團體代表，已經說他們要親自前往中國大陸的北京。來跟當地建立一個溝通的管道，這是第一個。第二條路是來自於共同社的報道，剛剛看到的是這一種比較大型的這些經濟的一些團體領袖前往北京。再來就是日本的中小企業也自己組成了這個叫做商工會議所，時隔8年，他們確定將會在21號到24日期間派團到北京去做考察。所以現在有2大團體都決定去北京，希望能夠跟中國大陸談到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談判條件。那確實之所以這麼緊張，就是因為現在在日本的
的供應鏈已經拉起警報了。我們稍微做了一下盤點，這一波中國大陸對於日本的这個限制跟制裁，包括了從鎢、銻到銼等等的重稀土，重挫日本的高科技產業。先來特別看到點名幾家科技產業。首先我們看到從7月1號開始永久停產生產6氟化鎢的，包括了這個關東化電，還有呢中央硝子等等這2家企業。再來，我們看到另外2家企業，它則是漲了它的成本。首先是三菱材料，6月起它的鎢零組件漲幅達到3倍以上，住友電工產品價格最高漲幅也高達了60%。再來看到庫存只剩下1個月的水位的是這3家企業哦，村田等等這3家企業說庫存也非常的少了。再來，我們看到日本到底有多依賴中國大陸的稀土呢？它有70%是依賴中國的，其中重稀土的依賴度更是將近達到了100%，而銻和銼的進口是從1月開始直接歸於零啊。日本現在只好呢，不管是求北京幫忙，或者是從其他的國家希望能夠來降低這個對於中國的依賴，但現在卡關的不只是礦而已，不只是稀土而已，還有整個冶煉的技術等等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住友電器，還有包括日本關西2大經濟團體，還有我剛剛提到的中小企業組成的商工會議所，都前往北京，希望大陸能夠鬆綁。大陸會回應一個比較良善的回應嗎？還是會繼續的做卡關？那這對於日本的重工業會有多大的一個衝擊？委員怎麼看？北京當然不可能因為這些工商團體到北京去這個拜會，然後就進行鬆綁了。鬆綁只有一種可能，就是日本政府要收回他過去錯誤的言論，改正他錯誤的行為哦。不過現在顯然看起來，日本準備一條道走到黑了哦，所以日本也沒有任何要做改變的打算哦。因此，這樣的一個變相的封鎖恐怕會持續下去哦。坦白講，北京政府這一次是很巧妙的。這個在不違反國際貿易準則的情況之下，對日本哦，針對這些這個稀有礦物開始進行斷供的動作。當然，他第一個理由就是利用這個軍民兩用啦，這個理由是美國最常用的。美國動不動去限制中國大陸的企業，就說它是軍民兩用哦。所以呢，這個北京政府也是嘛，既然美國當初一，他就當15了。所以他用同樣的理由，因為日本軍國主義抬頭，所以對於可能軍民兩用的企業的這些相關的稀有礦產的供給，它都暫時停止下來。第二個呢，他就在做所謂的依規審查了。各位知道，所謂的依規審查就可以審很久啊，審得天長地久，都審不出個結果。所以呢，在這個國際貿易準則裡頭，他也沒有做任何的這個違法的行為，他只是按照他國內法來進行這個嚴格的審查而已哦。所以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日本就是有苦難言了。因為我們現在講到的銼、講到的銻、講到的鎢哦，其實嚴重的影響到了日本幾個重要的產業。第一個產業就是半導體產業。各位知道，全球的這個晶圓製造的過程當中，事實上在晶圓製造的這個過程裡，它需要一個叫做前驅體的氣體，這就是剛才這個我們所提到的叫做6氟化鎢嘛。思敏提到的6氟化鎢，它就是所謂的前驅體的氣體。這個前驅體的氣體，日本現在停產的這2家公司佔了全球產量的25%，所以就代表全球的晶圓製造過程當中的前驅體的氣體有25%都斷供了，那當然就會衝擊到全世界所有的這個半導體產業哦，不是只有日本啊，台積電也好啦，這個海力士也好啦，這個神送都是一樣的，馬上都會受到衝擊了哦。那麼更重要的一點是哦，日本現在對外講說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需要的是高純度的鎢才能夠有6氟化鎢。這個高純度的鎢90%的產量都是來自於中國，而日本現在的狀況是，中國大陸在2月到4月哦，這個出口給日本的這個數量完全歸零哦，所以日本現在評估在5、6月哦，就6月底哦，馬上日本全國的庫存都要耗盡了。所以你沒有高純度的鎢，你就不要去想要去生產什麼這個6氟化鎢了哦。那但是第二個產業它衝擊到了什麼？它衝擊到了日本自己的汽車產業。各位知道，因為鎢的特性啊，它除了高導電之外，它還有高強度哦。那麼所以呢，它高導電、高導熱、高強度，所以鎢在這個日本的這個電動
這個車，特別是所謂的日本現在最喜歡做的油電混合車裡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所謂的油電混合車，就是在低速的時候你用電瓶，然後呢，在中速的時候你油電互相混合使用，然後在高速的時候你用引擎来使用嘛。所以呢，它是有3段式的。因此，油電混合车最重要的技術是什麼？就是號稱叫做行星齒輪組，就是这個行星齒輪組在1分鐘之內要進行幾百次的交換哦，因為你要驅動的這個驅動的能源的來源不同哦，所以這個行星齒輪組1分鐘要幾百次的這個交換運作，大家就知道說，你這個齒輪組如果不夠硬啊，你的強度不夠高，你馬上就磨損掉了。所以這個所謂的行星齒輪組，它需要什麼？它也需要高純度的鎢啊。那這個鎢90%都是來自於中國大陸。那我們剛才講到的像銻跟鋰，馬上就衝擊到了日本的新能源了。各位知道，所謂的這個氧化鋰跟氧化銻，最主要的它就是永久磁鐵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這個原料之一哦。那大家說永久磁鐵，磁鐵就是永久的啊？不是啊，磁鐵不會永久。各位知道，磁鐵如果在高溫的時候，它会消磁。所以你要如何讓磁鐵在高溫的時候不消磁？那你需要氧化鋰跟氧化銻了。那什麼東西的磁鐵會高溫呢？電動車的馬達會高溫啊。電動車馬達的磁鐵會高溫，因為它在高速運轉的時候，它會產生很大的熱量。可是如果你沒有氧化銻跟氧化鋰，你馬上就消磁了。你電動車的馬達在高溫馬上就不用跑了。那你更不要講像風力發電機。它也是一樣，在高溫的時候，它需要有永久磁鐵，否則一消磁之後，所謂的風力發電機也不要運作了。那你還有呢？電動車的這個電池啊，我們要做的就是快充。我剛才講過，像這個純化鎢哦，它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它是高導電性啊。所以呢，通常這個電動車的快充電池就需要鎢來作為這個導電的材料。如果這些東西都沒有了，我們剛才講到了銻沒有了，鋰沒有了，鎢沒有了哦，那麼你接下來對日本來說，半導體的產業也好啦，新能源的產業也好，電動車的產業也好啊，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的。好，這個是中國大陸這一次對於日本的這種稀土的限制哦，影響的範圍非常的大哦，從半導體一直到電動車，一直到這個甚至是其他的能源產業，像是風力發電，都會受到嚴重的打擊。那接下來日本怎麼做呢？去北京尋求一些化解這個管道，真的有效嗎？那呂艦長又怎麼看？其實這些都是徒勞無功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高市早苗收回所謂的台灣有事論，就這麼簡單而已。而且中國大陸也始終沒有提高任何的條件，要求的就只有這麼一項。其他的你們誰去都一樣，不用再浪費時間、浪費錢了。那剛剛呢，那個大千委員跟我們詳細的解釋一下6氟化鎢的部分啊。那鎢的部分已經很清楚了。那鎢的部分呢，其實最大的產地在哪裡？就是中國啊。那中國的產量可以達到67000噸。那我們看到第2名是哪裡？第2名是越南。越南是多少？3500噸，那是領頭啊。那第3名呢是俄羅斯，俄羅斯又是2000噸，通通都是領頭啊。而且這個裡面其他的國家加起來都沒有中國大陸的單一產量多，所以其實沒有用。第2個問題出現了，6氟化鎢的氟氣，這個到底是哪一個國家產最多？全世界的產量是950萬噸，中國大陸的產量590萬噸，也就是我又超過一半的產量在中國大陸。所以為什麼我們講到關東電化跟中央消子，他們說永久停工，原因就在這裡，也就是他們兩個最重要的一個氟氣，另外一個鎢，全部都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上，那他們還能做什麼呢？那另外有關於那個日本到處尋找，之前不是大家都稱之好棒棒啊！地球號它的這一個到了日本最東側的南鳥島的6000公尺的海深下去挖稀土啊，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我們就看到了，日本還在繼續找稀土，就代表這個很貴啊！你根本你要挖6000公尺的這個稀土上來，你還要風乾，你還要做煉解。對不起，你日本還真的不會。那至於說我們剛剛還提到，他要到這個格陵蘭去開礦啊，那你真的是要觸怒川普嗎？那個格陵蘭是川普口中的第51州，川普要的只是一個冰山的一個島嶼嗎？不，難道
那個格陵蘭上面有稀土，川普不知道嗎？還等你來挖，對不對？所以輪不到你。那這已經是我們講第2個地點，第3個地點他又找到了蒙古。那他找蒙古，他覺得哎呀，終於找到一個志同道合的，偏偏不是如此。因為蒙古一直都在走第3鄰國的這一個政策，那它的第1鄰國、第2鄰國分別是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啊，這2個國基本上陸運就封死了，又不領海，所以我們這樣講，那他們都認為可以空運啊，那真是更棒啊！空運的水準是1噸大概是2000美元左右啊，那稀土有這麼貴嗎？而且那是土而已啊，那只是原料而已，還沒有煉解出來啊，所以也不可能空運啊，更不要說6月15號那個中國大陸以及蒙古他的外交部長會談發布了一個聯合新聞公報，一開頭就講到了什麼中蒙友好合作關係條約的第4條，也就是不去參與那個針對敵方的軍事同盟。那軍事政治同盟不與第3方簽損害另外一方的安全條約，意思是什麼？意思就是日本你黃了嘛，稀土也不可能賣給你啊，因為中國大陸直指稀土根本就是那個日本它的一個軍工最重要的一個那個來源，那個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我們這樣講啊，這個日本耗盡所有的心力到處去找，不如回頭向中國認錯。好，這個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針對於日本做的科技上面的制裁哦，包括在迪烏特上面做的限制。但其實呢，有關於這一場稀土戰，它不只是針對日本而已，現在其實也繼續中國大陸升級，還對美國。另外一個要來看到的就是它打的是銦哦這個元素。我們特別來看到的是，因為呢全球70%的銦哦都握在中國大陸的手裡，打的就是呢這個 AI 資料中心光通訊的晶片材料都需要用到銦。所以現在美國的光子晶片企業已經向政府求情，說可不可以去幫忙請求中國獲得出口許可。那磷化銦的晶片價格已經暴漲了250%了。中國大陸現在同步來收緊對於美國的各種限制，已經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成型了。46家美企產品也限制政府上面做採購。好，再來，所以呢，現在 G7 國家也說了，要一起來去中國化，目標降到60%以下。其實這內部也有非常多的分歧。韓國因為呢不想要打壞跟中國的關係，沒有加入。那意大利最近跟這個我們知道跟美國的關係也很差，所以也沒有加入在當中。G7 有可能真的把他們這個稀土的依賴降到所謂60%或者是50%以下嗎？中國大陸打的這個銦這個戰爭，能夠逼得這個美國對他做一個 AI 的精準打擊嗎？楊老師又怎麼看？其實現在我們都了解哈，從稀土這個問題開始，大家才發現到，過去30年吧，整個西方就是把這些不環保，然後呢這個效能低，然後高成本的這些原料的這個部分啊，以及基本的代工啊，它都往海外移，往海外移，他覺得就是便宜的人力，然後呢土地，然後呢這個環保的一些規定。所以這其實是一種在一個就是我們叫做世界體系當中啊，它是扮演核心，然後它對這些邊陲或半邊陲的國家去輸出一些它不要的夕陽工業的技術啊，或者是基本原料的產生。結果呢，中國的這個整個製造業的崛起，它是全供應鏈的發展啊，因為它知道。處於這種地緣競爭，特別跟美國的這個競爭，跟西方的競爭，它的體量規模這麼大，遲早有一天，很快就整個絕對數字而言，他們會感覺到威脅感。這個30年前，我覺得他們其實很清楚，中國大陸就很清楚，所以它需要一個全供應鏈的這種掌控。那當然也因此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你就看到為什麼從稀土、稀有金屬。到有一些，甚至你看最近看到的金剛石、人工鑽石的這些發展，然後呢，因為隨着整個科技技術的這個提升，它更多的應用面出來了。原先只想到它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原料，到後來發現到它是現在這個科技工業在半導體在各個方面最核心啊，所需要使用，比如說這個永久磁鐵，或者是鎢，或者是銦等等之類的。所以
這個時候美國跟這些西方國家才回過頭來說想要建構自己的供應鏈，完全來不及。緩不濟急，同時成本過高，沒有技術，沒有製程，就面臨到稀土的台積電。中國的稀土公司就是如此。還有另外一個，你這種所謂去風險化的風險，這個永遠是你自己面臨到的問題。而且中國沒有對全世界禁止啊，它其實還是希望維持一個國際合作。所以只要你願意跟中國做國際合作，你這些原料都沒有問題。只要你不去這個，就是說去發展再軍事化，或者是這種新型軍國主義啊，要去搞抗中保日。那當然，他對你的軍工業發展，那你只不過投入更多的錢做一件你自己本身其實不會有任何成效的事情。中國也沒什麼意見。所以我是覺得這個各國的政策哈，我们看到韓國，看到有一些像是德國啊，甚至西班牙，這個政策這腦袋就很清楚，就不會說想要去跟中國搞對抗。那但是呢，我們看到日本啊，甚至像是這個法國，馮德萊恩，那我就不知道美國是不是真的搞懂。就看9月份川習會到底川普有沒有真的搞懂。